每次聊到股息股，就会有人嗤之以鼻地说，年轻人就应该好好操作波段，利用杠杆啊，应该玩当冲、买期权，甚至是加密货币啊。年纪轻轻干嘛领股息？太浪费时间了。的确，我们常常会觉得长期投资靠股息赚钱会赚很慢，不知不觉总会被那一天几万元上下的投资方式吸引。但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感觉？当反反复复操作好几年，似乎也没有财富自由，仍然每天做着不喜欢的工作，在讨厌的职场撑着。其实这就是股息或者说现金流能带给我们的魅力。每月每年会稳稳的有一笔现金入账，不用强逼自己要上班，可以趁年轻做想做的事。因此本期影片就要聊聊，第一，40岁以前的年轻人真的只需专注做波段赚价差吗？聊聊现金流与资产的概念，以及第二，谈谈股息的好处，它如何更快加速我们的财富累积，让我们了解慢慢来比较快的道理，以及第三，分享3只我认为不错的股息股。如果你也想靠投资实现半退休的生活，不希望自己就这样被绑在一间公司卖命卖肝直到老，那么或许今天的内容可以给你一些启发哦。第一，现金流与资产。开始前，我想先请你认真想一个问题：你认为理想中有钱的状态是怎么样呢？是拥有许多现金，还是拥有好几栋房子，还是不上班却可以一直有收入？或许每个人理想的有钱状态不同，但我认为有钱的状态是不需要每天上班，可以选择每天想做的事，而且仍然也花不完的现金。这种有余裕的状态是我理想中有钱的样子，让现在的我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掌握一点点选择权。所以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，现在你还觉得拥有几百万、几千万就能拥有舒适的生活吗？如果这些资产不能为我们带来源源不绝的现金，那这样的情况就像那些拥有价值几千万房产的长辈，虽坐拥数千万的资产，却仍过上为柴米油盐担忧的生活。因此我们可以知道，有源源不绝的现金流，或许才是过上理想生活中有钱的关键。那既然如此，想在投资世界中创造这样的现金流，了解股息或者说配息，是我们这辈子一定需要研究的功课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深入谈谈，在年轻时我们可以怎样透过投资来创造这样的收入呢？很多人觉得我知道配息很重要啊，但那是退休后的功课。我们现在应该专注于把本金放大，它可以早日达成目标资产，届时再全部投入会配息的标的就好啦。以上应该是许多年轻人的想法，包括我自己，我确实也认同本金多能更明显的放大投资效应，但我认为要提高本金不是只有操作波段或开杠杆等方式，毕竟进进出出或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也很难保证持续获利，所以对我而言，投入少部分的资金在这些项目里还是可行的。但如果我想安稳的退休，稳定的现金流才能实现我人生不同阶段的自由。我认为财富自由有不同的阶段，这个以后我们会再详谈。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现金流是安心感的来源，但难道我们现在就一定要领出来花吗？其实当然也可以拿出来花，但如果我们可以复利再投资，那么累积被动收入提早退休的日子将会更快。所以接下来的内容我会透过计算机实际带你算算看，如果我们在年轻还能赚钱的日子先不将配息领出，持续再投入的话，会有哪些成果呢？我们这里先使用复利计算机试算，假设每月一样投入1万元，年利率是指年报酬率，并不是指股票殖利率，但我们一样可以先试着计算看看复利的效果。保守估算一只普通的标的年报酬率为6%好了，那么经过20年的话，不再投入本金的前提下，最终报酬会多将近1倍。以上是只有计算股价的资本利得，并没有计算配息，就有这样的成果。只是想表达复利效应长期将会很可观，因此如果我们买入一档稳健成长的股息股，并将股息再投资的话，是否就会感觉有双重的复利效应呢？所以接下来我会分享我观察的3间股息年年成长的股票。如果你也想让自己每年每季领的股息越来越多，达到不工作也有钱花的生活，那么就看下去吧。首先第一支是可口可乐，可口可乐大家都听过吧？从官网也可以了解，它是一家综合饮料公司，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他们的产品。他们的饮料品牌组合包括可口可乐、雪碧、芬达，以及其他的水、运动饮料、咖啡和茶包等等，这是包含果汁跟乳制品，他们都有生产。那简单了解它的业务之后，如果我们要查询它的股息发放年数，
可以从一个叫做 Dividends 的网站查。这个网站擅长整理所有上市股票的股息资讯。根据目前网站的数据来看，可口可乐这家公司目前股息连续成长已达到63年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这63年来每次发股息不会高高低低，每一次发的都比前一次更多。那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推测，如果投资这间公司的话，我们每季都能越领越多钱，被动收入也会越来越多。毕竟如果有一间公司有时给你3000，有时给你5000，是在下个月只给你2000，这样对我们投资人的退休生活就相对于比较没有保障，在生活中就比较不容易规划使用。所以股息能稳定成长超过60年，我认为算是蛮难得的。至于殖利率，截至12月底的数据，可口可乐这家公司每年殖利率大概是3.1%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投资10万元，那么每年就可以领到3000多元的股息收入。第二间麦当劳，这间公司想必大家也不陌生，因为我们在路上时常可以看见它，甚至去店里用餐。那根据麦当劳官网的资料，他们广为人知的是一家食品供应商，但其实它还有其他的获利模式，包括出售房地产、品牌或授权金等等。那根据 Dividends 上的成立，麦当劳这家公司已经连续发股息超过49年了，这也是一个蛮有毅力的数字吧。至于股息殖利率的部分，目前的数据大概是2.4%左右，也就是说，投资10万元台币，我们每年可以稳稳的领到2400多元。是因为它已经连续成长将近50年了，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合理期盼，买了之后也会越领越多的股息？因为还有一点，如果我们成为麦当劳的股东，是不是以后我们去麦当劳看见人很多就比较不会生气了呢？反而会觉得很高兴呢？第三，房地产收入公司，这间公司可能许多人就比较陌生，它是一间美国的房地产公司。从它的官网可以了解，它专注于收购长期净租赁协议，提供给客户独立单一的商业房地产，也就是大部分它的客户是一些大型商场，例如美国的沃尔玛超市等等。这样的长期出租的业务，我认为还是相对稳定的，就像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包租公，以收租金为本业。况且它的收租对象还是签订长期契约的企业，我认为比较不会有临时不续租的风险。那根据 Dividends 的数据，目前这间房地产公司已连续股息成长超过32年，甚至它也是一间月月配息的公司，不像其他公司通常每季才会发一次股息。也就是说，这30几年来，每月发给投资人的股息都比前一个月更多，那这样算下来，连续成长超过380次了。哇，听起来还不错吧？另外，截至今年年底，也就是昨天的数据，目前股息殖利率有5.9%，于投入10万元台币的话，每年可以获得将近6000元的配息，这样月月领息，就好像自己也是一个包租公，还不用处理租客们的一些大小杂事。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获利模式还是很不错的。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我对于资产与现金流的想法，并提到股息现金流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真正有钱有余裕的感受，也在最后分享了3只我认为不错的股息股。其实从上一份工作裸辞到现在也1年了，为什么我还没有饿死呢？当然除了很幸运人生还没有需要大笔的花费，主要的原因还是归功于我的投资收入吧。当然许多人会想，那现在做波段是为了有更多本金才能有更多配息收入啊。是的，我觉得提高本金固然很重要，但如果我们没有一套可视化的目标跟规划，我们就很难知道目标在哪，为什么要一直工作赚钱，我到底要赚到什么时候。但如果拥有目标，拥有现金流，在工作疲惫的时候有一股现金暖流，持续温暖的生活，那种感觉是踏实的，让自己面对生活不会那么焦虑，也不用担心随时被裁员，还能趁年轻拥有更多余裕，尝试自己想做的事情，能告诉自己休息一下其实也没关系。我想以上这些就是拥有现金流最大的好处了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节内容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想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的相关内容，可以点击下方链接预约我的对谈。另外，我还写了一本6大被动收入报告，里面记录了24种常见的被动收入变现逻辑，可以在那里领取。最后，感谢你们的耐心观看。如果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。有其他想法也欢迎留言跟我交流。下次见，拜拜。